今次我哋又睇間屋，呢個屋苑好特別㗎，冇海景冇山景，只係望到樓景，仲不設會所添。但係就被譽為星級間屋之一。早年樓市仲係好熾熱嘅時候，一度晉身千萬行列。2021年嘅時候，更加有以補價實用725尺嘅3房單位，成交價問鼎間屋王嘅寶座。紀錄去到而家都仲未被打破到。究竟係邊一個屋苑呢？今集我就嚟到何文田參觀欣圖軒。除咗分析背後原因之外，我哋仲會參觀一個兩房放盤，睇下屋苑近期嘅樓價走勢。另外，唔好以為每個間屋苑開則都係一式一樣或者冇咩特別。欣圖軒就一款似足一隻蟹，究竟係乜嘢戶型，嚟自邊啲單位？今集同大家一一拆解。睇完之後記得 CLS 同撳埋旁邊嘅鐘仔搶先睇啦。而仲未知乜嘢係間屋嘅朋友，就可以撳畫面右上角條 link 睇翻之前麗景浩景台嘅一集，會有詳盡嘅介紹。當年房協推出咗10個嘅間屋，大部分都係位住新市鎮或者新界地區。喺九龍同埋港島區嘅加埋就只係得3個。九龍區佔2個，其中一個係位於何文田忠孝街嘅欣圖軒，喺1998年落成入伙，樓齡大概27年。始終何文田早喺70年代已經進一步發展，所以比較遲落成嘅欣圖軒，4座物業都無可避免要被唔同樓包圍，包括香港都會大學、居屋俊文苑、香港房屋委員會總部等等，而且高度亦都差唔多。只有屋苑嘅左右兩邊會係學校同埋社區中心等比較矮嘅建築，所以第1座、第3座同埋第4座部分中至高層單位未必只係望樓景，而係有機會享有比較遠嘅視野，望到公園或者一啲綠色景緻。雖然景觀上欣圖軒比其他間屋都要舒適，但如果以地段嚟去睇，佢就相對優勝，更加喺某程度上造就佢成為間屋王。首先，欣圖軒坐落喺名校網，小學為4大校網之一嘅34校網，網內有18間嘅小學，提供統一派位學額，包括2間嘅官立學校。當中就有唔少著名小學，例如陳瑞祺喇沙小學、協恩中學附屬小學、保良局何秀南小學同埋聖羅撒學校等等。其後網內嘅學生就可以獲派九龍城區嘅中學，同樣係傳統名校區嚟㗎，有喇沙書院、九龍真光中學同埋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等等為人熟知嘅名校。而除咗資助學校之外，區內都有多間著名嘅直資學校同埋國際學校，所以都吸引到唔少家長喺何文田置業或者租住單位嚟為仔女入學作準備，又或者方便佢哋之後返學。講起校網，義發睇樓團嘅 YouTube Channel 最近就新增咗名校網嘅 playlist， 以港九新界作為分區，希望幫到一眾家長揾樓啊。其次，何文田一向係九龍嘅傳統豪宅地段之一，除咗一啲老牌屋苑同埋大廈之外啦，亦都有唔少新進物業供選擇。由於地段同埋優良校網等嘅因素，佢哋都備受買家同埋投資者追捧，造價堅挺，有翻咁上下身價。想以相宜嘅價錢進駐呢一區，又唔想樓齡太大嘅話，樓齡未到30年嘅欣圖軒會係其中一個入場之選。屋苑一共712房，涵蓋2房同埋3房套戶型。主打嘅2房戶就面積由434尺至到603尺，普遍400幾尺至到500幾尺度。而3房套就介乎使用680幾至到760幾尺不等。喺供應大碼單位為主嘅何文田區嚟講啦，佢嘅入場銀碼相對比較低。至於尺價方面，雖然欣圖軒已經過咗5年嘅禁售期，而一手業主只要補完地價之後，單位就可以喺2手自由市場買賣，同私樓無異。但係都係比起附近嘅私人屋苑低㗎。睇翻欣圖軒嘅成交，其實唔算活躍，今年至今只係得7宗嘅買賣。對上一宗已經要數到8月份，當時2手平均成交尺價就係大概11,200幾蚊。相比喺欣圖軒附近大概1分鐘步程嘅裕隆居，同樣喺1998年入伙㗎，今年暫時都只係得5宗嘅成交。8月份嘅2手平均尺價啦就係12,000幾蚊度，兩者相距大概7%。再睇埋同欣圖軒相距大概5分鐘，樓齡大約8年嘅浩田同埋溫康溫天，佢哋8月份嘅2手平均成交尺價就分別大概17,700幾同埋18,100幾蚊。欣圖軒嘅作價啦都係有明顯嘅折讓。除咗附近有個叫做居屋樓王俊文苑之外咧，
其實欣圖軒咧都屬於係一個價錢方面咧比較吸引、較為低嘅上車盤嚟嘅。如果兩房嘅咧，大概580萬開始啦。如果三房就要需要接近1000萬度。嗱，如果要比較嘅話咧，就可能係一啲私人樓啦，譬如君逸山啊，或者係御龍居啦。咁佢哋通常嘅兩房上車咧，都會挨住700或者係個外㗎啦。因此，單校網同埋地段呢兩點都已經足以彌補到屋苑喺景觀上嘅不足，令到欣圖軒成為升級夾屋之一。而其實喺生活配套同埋交通上啊，欣圖軒都唔遜色㗎。咁雖然屋苑不設基座商場或者鋪頭，咁但係住戶只要行大概3至4分鐘就可以去到何文田廣場。有4層，主要提供食肆、超市、生活用品店同埋診所等等。咁地下亦都有鮮活街市，足以滿足到日常基本所需。但如果想要有更加多嘅選擇，住戶都可以行大概8至10分鐘去到愛民村嗰邊嘅愛民廣場，又或者喺屋苑對出嘅忠孝街搭小巴或者巴士前往尖沙咀、中環同埋東涌等港九新界嘅地方。屋苑都算近港鐵何文田站㗎，咁除咗靠小巴或者巴士轉乘之外，咁住戶都可以行大概10分鐘去到。不過沿路絕大部分路段都冇瓦遮頭，要日曬雨淋。咁出入交通尚算方便，不過屋苑都有提供到178個嘅私家車車位，咁平均每4戶爭一個車位都叫幾充足。咁代理都話唔需要排好耐㗎。咁而家有蓋浮動車位嘅月租係3900蚊，而有蓋固定車位咧就係4520蚊。但就咁睇咧，整體都算係唔錯。不過屋苑有2點大家都需要留意嘅。第一，同期嘅夾屋唔同，欣圖軒係不設會所㗎，咁但都有基本嘅休憩園林同埋兒童遊樂場。咁管理費咧就係每尺大概2個8。第二，咁雖然欣圖軒有供應到3房單位，咁但係伙數就唔多，全盤只係得大概67房，咁主要分佈喺第1座、第2座同埋第4座標準樓層各一處，咁同埋每座18樓同埋19樓，因為大廈變積而各有3至5伙嘅3房戶。今次我哋參觀嘅放盤咁啱就嚟自標準樓層冇提供到3房嘅第3座。雖然就睇唔到3房開則啦，咁但係其實每座嘅佈局都係好似㗎。標準樓層都係1層10房，共用3部電梯，而且各座 C 室同埋 H 室嘅開則咧都係非常之特別，望落成隻蟹咁啊！呢款蟹則屬於2房戶型，大門一入到去係冇玄關，直入3尖8角嘅客飯廳。而廚房同浴室就同2間睡房各自分佈喺單位嘅左右兩邊，咁就好似一對蟹鉗咁啊，並唔歸一。而咁樣嘅開則，除咗令到2間睡房會有斜牆之外啦，亦都令到廚房嘅工作台面呈現近似3角形。咁全屋就只係得浴室係四四正正。咁好彩面積比較大，有大概540尺上落，咁所以廳房望落都未至於好逼仄。不過今次我哋就唔係參觀呢一款嘅單位，而係3座高層一個 A 室嘅2房放盤，就面積467尺，業主而家叫價620萬，圍上嚟尺價係13200幾蚊。上到嚟雖然1層有成10伙咁多啊，咁但係感覺咧都算係闊落嘅。一入到嚟咧就係冇玄關位啦，亦都見唔到啲走廊位㗎。咁呢一邊咧就會有浴室同埋廚房喺度。咁再行前少少咧就會有2間嘅睡房啦，分佈咗喺客飯廳嘅左右兩邊。咁就咁睇，開則就唔係好似正啦，仲好似5門歸心添。咁大門入嚟嘅空間呈以類似鑽石形，不過去到近窗嘅位置咧又變翻做長形。咁雖然就3尖8角啲，咁但係反而更加有利家私嘅擺位。咁見到其實喺大門啦同埋房中間啦，都有大幅比較完整嘅牆身啦。咁喺度擺玄關櫃啦，就非常之合適啦。咁見到而家飯台就放咗喺呢一邊啦。咁但係其實我就覺得呢個位置咧就更加似係客廳啦，因為見到啦啲電視掣位都安排咗喺呢一邊嘅牆身。因為呢一邊就唔係鑽石廳，咁所以坐喺梳化啦都能夠直望到電視，咁係距離近咗少少。不過而家呢啲超薄身嘅電視，又或者家用投影機啦，都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問題。咁其實近住客廳嘅呢一間睡房，本身房門係對住客廳㗎，而家就稍為移咗去斜牆嘅一邊入，令到兩邊牆身就更加長同埋完整，唔會局限到家私嘅大細同埋擺位。咁呢度冇窗台，直接就係一幅橫跨客廳近乎落地嘅大窗。咁雖然以樓景為主，主要係望住俊民苑同埋何文田政府合署，不過因為佢哋都唔高啊，咁單位又位處高層，咁加上仲有一邊係對住學校嘅天台，咁所以未至於話好壓迫，亦都冇好影響到採光。
咁飯台又可以放喺邊呢？咁我就建議啦，放喺浴室同埋廚房中間嘅呢一個位置啦。不過出入嘅時候咧，就可能要兜少少路。咁都冇辦法啦，呢度已經係客飯廳入邊最後一幅完整嘅牆身。咁大家又有冇啲擺位上嘅諗法呢？都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佢知㗎。咁都係嗰句啦，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我哋都入去大門旁邊嘅浴室睇下啦，面積中等，亦都是正。咁將浴缸轉咗做企缸，同埋整細咗啊，令到後面可以騰出啲空間嚟擺清潔用品。嗱，見到呢度嘅設計咧就相對簡單一啲啊，咁但係其實咧都係有條件咧可以做到一大組嘅鏡櫃啦，同埋洗面盆櫃嚟去增加個收納空間。不過就要留意翻旁邊嘅窗啦。咁業主而家就將部頂揭式嘅洗衣機擺咗喺度啊，唔知係咪廚房冇位呢？我哋都過去睇下啦。咁其實就唔係嘅，只係呢一度用咗嚟擺乾衣機，咁所以喺浴室嗰邊呢亦都唔需要預留翻位置啦。雖然出面有裝修過，咁但係廚房就保留翻近乎原裝嘅設計，咁算保養得唔錯㗎，未至於好殘舊。咁但係如果買嚟自住嘅話，都建議重新裝修。廚房而家就做咗三邊嘅工作台面啦，咁但係見到中間呢個通道位咧就會相對窄啲啦。咁可能減少一邊嘅工作台面，又或者將啲配置調下位啦，縮細翻一邊台面會比較好。咁最後睇埋兩間睡房，先睇喺廚房對角嘅主人房，靜椅長形都幾大下㗎。咁而家就擺張單人床啦，咁見到中間嗰個走動空間咧，其實係非常之充足。咁但係就算擺完雙人床之後，都仲有唔少嘅活動空間。咁衣櫃咧就可以放喺呢一邊啦，咁另外呢度咧仲有位可以擺多張書台喺度。咁由於兩間睡房喺客廳嘅兩邊，咁所以都係向西南望差唔多嘅景致。咁佢哋嘅窗就冇客廳咁大啊，咁但係採光亦都好充足。嚟到細房有啲估唔到啊，面積都係幾大。咁而家就有張雙人床同埋床頭櫃等等喺度。咁雖然就睇唔到衣櫃啦，但都係有足夠嘅位置擺放嘅。咁所以如果當呢一間房轉擺單人床之後啦，可用空間就會更加多啦。業主喺2017年以610萬二保價買入單位，咁最近租約完咗之後呢，就改為放售價，咁叫價係620萬。咁假設最後成功以呢一口價賣出，以佢當年嘅買入價嚟去計，帳面只係微賺大約10萬，持貨第8年，單位僅升值近2%，咁但都跑贏大市㗎。咁參考二發樓價指數，期內樓價就下跌咗大約4%。不過如果計埋使費，預料業主實際都係需要蝕讓離場嘅。而其實參考4大銀行嘅估價係介乎550萬至到574萬，咁放盤嘅叫價係高出大概8%至到近13%。不過正如開頭所講，屋苑本身嘅成交量就唔多，咁都有機會未能夠完全反映到實際嘅市況。咁睇翻8月份嗰一宗成交，嚟自四組一個同放盤面積一樣467尺，咁開值都近似嘅單位，咁就以525萬二保價成交，咁尺價係大概11,200幾蚊，咁放盤嘅叫價係高出大概8%㗎。不過都要留意啦，嗰個成交單位係位處極低層，而事實上屋苑放盤唔多，都令到業主有條件要高啲價錢。本身個屋苑嘅放盤量都係基本上係咁多年都唔係好多嘅，因為屋苑咧都係一個客網區，通常嚟講咧個買家就係一個自住嘅，咁所以就會少款放出嚟咯。小朋友可能會讀書都要一個長嘅時間，粗略估計啦，計埋一啲年租約嘅話咧，都係15個樓下到，咁3房戶咧更加少啦，可能得1、2個到。難怪今年暫時嘅成交啦，都集中喺2房單位啊。咁代理就話，而家2房放盤叫價由550萬起步，咁3房咧就由800萬起。咁但若果賣家對放盤唔議價，假設以叫價嚟去計，借盡90%按揭嘅話，每供款係24,800幾蚊，月入要求就大概5萬蚊。咁如果係買嚟投資嘅話，咁睇翻屋苑近期同類型單位嘅市值尺租，咁普遍都有35蚊或者以上㗎，咁個別單位甚至有44蚊。咁假設以最低尺租35蚊嚟去推算，喺扣除管理費即係大概1308蚊之後，每月實收大概15000蚊，可以享有2.9厘嘅回報率，咁低過同類型單位大概3.2厘嘅大市水平。不過都要留意啦，呢個回報率咧係以最低尺租嚟去計，而單位又位處高層，咁加上屋苑租盤同樣唔多啦，都有機會進一步推高租金水平。呢個屋苑咧主要係自住啦，所以放租量其實都係少嘅。喺年頭到而家為止咧，其實都係不足10間咧係放咗租出去嘅。
咁因為短缺嘅啦，所以咧而家喺近呢1-2個月咧，其實都冇咩成交嘅。咁啱啱最近咧就有1-2個盤咧係放出嚟2房嘅啫，只係佢哋嗌價係2萬蚊。之前咧最主要租嘅咧通常有啲學生嘅嚇，咁但係今年嚟講就較為少啲。咁最主要咧一啲嘅小嘅家庭嚇。嗱，今次我哋睇緊呢個屋苑啦，開則同上次浩景台咧係唔同㗎。咁換言之啦，唔係每一個屋苑嗰個開則咧都係一式一樣。咁一入到單位啦，就覺得幾特別啦。咁佢開則咧就唔係四四正正啦，咁但係都唔會話咧唔見使㗎。而且啲房咧係非常之大。嗱，不過講到最驚喜嘅咧，就係我哋另一款冇參觀到嘅開則蟹則啦。咁佢就更加唔四正啦。咁但係咧2間房咧就有非常之充足嘅私隱度啊。唔知道大家係咪咁樣諗咧？都喺下面留言話俾你知㗎。咁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咁最後中意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